我重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双手浸入硫酸，毁掉10指指纹。前世养帝杀了人，却拿出我的指纹留在了现场，让我成了替罪羔羊。父母非但不替我讨回公正，还给养帝做伪证，带头在网上网暴我这个杀人犯。我被执行死刑那天，他们却带着养帝去海岛庆祝劫后余生。再睁眼，我重生回到了养帝杀人前1小时。这次我要让他们再无伪证可做。我站在全世界人流量最大的广场中央，在无数震惊或嘲讽的目光中，一件件脱去自己的衣服。在寒冷的冬天里，我几乎衣不蔽体跳起了舞，无数个摄像头对准我，点击量破100万的直播间因我而生。家人们点点关注。跳完舞过后，我给大家表演硫酸洗手。闻言，直播间的弹幕更是刷得飞起。这男的是不是疯了？博流量也要有个度吧。当我跳完最后一首歌时，维护秩序的保安姗姗来迟。赶紧走，不走把你送到警察局了。我笑着把身份证拍到其中1人的身上。我叫周云轩，爸爸是周氏集团周震岳，妈妈是芭蕾演员秦念双，我弟是金大校草周书慈。你们尽管报警，尽管去联系他们。说着，我拿起早就放在脚边的硫酸。见我把硫酸盖子打开，保安吓得话都说不清楚了。你要干什么？故意伤人是要坐牢的。我没有理会，直接将硫酸倒在地上，双手按了上去。皮肤被强酸腐蚀，空气中弥漫开类似烤肉的气味。我疼得冷汗直流，几乎虚脱，但心中的快意让我强撑着站起。人群早已退到3米外，我走到最近一个正在直播的人面前，向镜头展示血肉模糊的双手，咬牙道：你们看清楚了吗？1月12号下午5点半后，我周云轩再也没有指纹了。前世就在3小时后，我那所谓的弟弟周书慈会将一个男同学逼上天台，亲手推下。他提前戴好了刻有我指纹的手套，并毁掉了附近所有监控。而我的父母为他做了不在场证明，同时伪造了我杀人的证据。他们联手让我成了替罪羊，但现在我在全世界面前出尽风头，还把双手彻底毁掉。想起前世周书慈探望我时假惺惺的话：哥，我这是迫不得已呀，谁让爸妈太爱我？要是我进监狱了，爸妈该会有多伤心啊！所以就只能委屈哥哥了。所以为了满足弟弟一家团圆的愿望，我只能把他们3个都送进监狱了。我默默地戴好手套，在警务室里接受民警的例行查问时，一股蛮力拽着我的头发，把我撂倒在地上，紧接着脸上就被甩了2个清脆的巴掌。你这个废物，现在网上都是你，我们周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在我面前的赫然是我的亲生父母。周震岳见我没反应，更是怒火中烧，掐住我的脖子狠狠质问我：你自己丢脸也就算了，为什么还要在直播里提到你弟弟的名字？秦念双眼含泪光，看我的眼神充满失望。我怎么会生下你这样的人啊？要是周书慈因为你受了半点委屈，我立马和你断绝母子关系。没有预兆地，我滚下2颗热泪。早该对这对夫妇失望的心，此刻却是心如刀绞。5岁之前，我还是家里的小少爷，可自从周书慈被收养了，周震岳夫妇的心就没有一天是向着我的。小时候因为和他抢同一个玩具，周震岳让人把我吊起来毒打，再关进漆黑的地下室。若不是好心的管家每晚偷偷送饭，我可能早就死在那潮湿的地下室里。从此我的前半生都在周书慈的阴影下度过，稍有他不满意的地方，轻则关进壁洞加法，重则绝食进 ICU。 直到高考出分后，我考上了京大，周书慈则只够得上本科。我以为终于能解脱了时，周震岳却利用关系将我们俩的分数倒换。周书慈的庆功宴开了3天3夜，宴请全城，我却被断了生活费，被迫开始日夜兼职赚取生活费。突然一阵清脆的电话铃声把我从记忆中拉出来，秦念双手机屏幕上赫然是周书慈的来电。一改面对我的尖酸刻薄，他春风满面地接起了电话。乖儿子，怎么了？电话那头不知道讲了什么，秦念双的表情不太好看，目光锁定在我身上。他把手机给周震岳，自己凑到我面前，扯出一个自以为和蔼的笑容。云轩啊，刚刚都是爸妈的不对，刚好妈妈给你赔罪，订了一个海景酒店。你不是说好久没和妈妈一起吃饭了吗？终于要来了吗？前世渴望亲情的我毫不犹豫上了他们的车，前往海景酒店。结果车子停在了男生坠楼的那栋楼前，那里有周书慈精心为我准备的顶最大礼包。这次面对他的邀请，我将一口血水吐在他精致的脸上。我不去，等会儿我还要继续跳舞呢。秦念双尖叫一声，站起身想骂我，却不知想到什么，生生又忍住了。云轩，不要耍小孩子脾气了，爸妈都和你道歉了是不是？他边说边拉周震岳的衣袖，示意他也说话。我又一口血水吐在周震岳脸上，对他笑了笑。
我说了不去。周震岳用尽全力踹在我心口，把我踢出1米远，后背撞上警务室的大理石柱，仿佛脊骨都要裂开。给脸不要脸！来人，把他绑到车上去！周震岳愤怒地擦掉脸上的血，召唤来2个黑衣保镖。民警想要阻止他们，却被周震岳威胁。我上头可是有人的！2个保镖粗暴地把我的双臂反剪到身后，拽住我的头发就要把我塞到车里。塞去车背厢，这个不识相的蠢货不配坐后座。瞬间，恐惧的记忆就涌入脑海，我开始剧烈挣扎。3年前，周震岳和秦念双带着周书慈自驾游，我死缠烂打，才让他们允许我上后备箱跟着他们。但整个旅程中，他们仿佛忘了我，把我关在后备箱整整3天。求生欲让我砸开后箱逃出，周书慈却说我弄坏了他的车，怂恿父母把我扔在高速公路上。直到现在，我脚底还有没消除的伤疤。你们放开我，我不要进后备箱。纵使我再怎么剧烈挣扎，黑衣人还是听从周震岳的命令，把我一左一右的手臂卸了下来。妈妈也不想对你这样的。秦念双假惺惺地掉几颗眼泪，干脆地关上车盖。一片漆黑后，如潮的恐惧像藤蔓一样缠绕着我。我开始大口呼吸，整个人抑制不住地发抖。我绝对不能在这里失败，要是心绪不平，肯定会被周书慈抓住把柄。我一咬牙，狠狠咬向舌尖，腥甜味在口中弥漫开来。不知道过了多久，车盖终于被掀开，一道亮光刺在我的眼皮上。周书慈抱胸而战，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啊，哥哥？被保镖粗暴地扔到地上，他踩住我的手，慢慢用皮鞋尖撵着。要不是现在你对我有点用，我才不会借你这个垃圾把他的手臂安上，还有换上这套衣服。他的一声令下，保镖就扒开我的衣服，不顾我的怒吼，给我套上了周书慈行凶时穿的衣服。周书慈一脚踹在我的肚子上。安分点，给我做事是你的荣幸。他拽住我的衣领，像拖拉机一样把我拖上台阶。足足128级，我的腿上布满磕碰的伤口。好了，你就给我乖乖待在这里吧。天台上，我坐在周书慈推下男同学何家的地方，他拨动自己精心打理的刘海，笑得放肆。见明就是麻烦，死了还要给我添乱。如果不是你这个顶罪羊，真还有点麻烦呢。我抬头看他，眼底暗涌翻滚。周书慈，你会后悔的。他不甚在意地瞟了我一眼，一只手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往石板上砸去，一只手拨打110。刚拨通电话的瞬间，他的语气带上明显的哭腔。喂，是警察吗？救命啊！我哥哥杀人了。警察局里，我烤着手铐，披头散发坐在大厅的长椅上。在10分钟之前，我刚被押下警车，一个中年男人就扑到我的身上。你为什么要害我的儿子？他到底哪里得罪你了？你怎么这么恶毒啊？何家的妈妈猩红着眼，吼得声嘶力竭，旁边的人也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粗大的拳头想要挥向我的脸。我要你血债血偿！从始至终，周书慈3人在一边冷眼旁观，还不忘东一句西一句的拱火。云轩从小就这样，我们怎么说都不听的。你们看，他刚刚还给他弟弟的手臂掐出淤青来。秦念双拉开周书慈的袖子，一个硬币大小的淤青出现在他白皙的皮肤上。这么一点的伤口，我的身上不知道有多少个。我大声怒吼出来：你说谎！明明是周书慈把那个男孩推下去，我只是你们的替罪羊。可周书慈像受了天大的委屈。哥，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我和爸妈可是亲眼目睹你杀人，这个可是板上钉钉的事实。现在没有任何人会听我的据理力争，他们只把我当做一个残忍的杀人犯。这不是那个脱衣猛男吗？怎么变成杀人犯了？我就说他是神经病吧。一个女人认出了我，她鬼鬼祟祟地掏出手机，把摄像头对准我。直播间人数瞬间破100万，密密麻麻的弹幕都是对我的讨伐。大家快去看热搜啊！周氏集团发声明了，说断绝和周云轩的一切关系。天哪，以往被周云轩霸凌的人都出来锤他了。还有，他爸妈亲口承认他把何家推下天台了，说是亲眼目睹。这样的杀人犯就该去死。对，周云轩去死。愤懑的网友迅速扒出了我的以往，放在网上肆意讨伐，甚至有人专程赶来，只为了朝我扔臭鸡蛋、吐口水。与前世一模一样的场景正一件件重演。难道我真的改变不了自己的必死的命运吗？不可能，我绝对不会让自己再次陷入万悔。我的指腹狠狠掐进已经有些脓肿的手掌，这是我最后一个筹码了。我要见警官。审讯室里，数台大灯照着我，2个警官坐在我对面。你是要主动承认罪行吗？我不是凶手。其中一个张警官与我对视。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你要是认错态度良好，还有可能减刑。
警官，现在掌握的关键性证据是不是何家背后的指纹？你还说你不是凶手？这种内部证据你怎么知道的？坐在张警官旁边的年轻警官立马坐不住了，他站起身质问我，我没有搭理他的呛声，只是低头慢慢脱下了手套。可是，张警官，我的指纹早在3个小时之前就完全没有了，这样的我怎么可能是凶手？再看到我完全溃烂的手心，张警官一拍而起。什么？审讯室的灯光惨白刺眼，照在我血肉模糊的双手上，更显得触目惊心。年轻的警官倒吸一口冷气，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就连经验丰富的张警官瞳孔也骤然收缩，脸色变得无比凝重。这是怎么回事？你手上的伤是怎么来的？什么时候的事？今天下午5点半，在中心广场，我亲自用硫酸毁了自己的指纹，全网几百万观众都是见证，你们可以立刻调取直播记录和现场群众拍摄的视频。硫酸腐蚀彻底破坏了皮肤真皮层，我的指纹永远不可能恢复了。逻辑的链条因为我这关键性证据的失效而彻底崩断，审讯室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两位警官面面相觑，都能看到对方眼中的惊涛骇浪。这个发现足以颠覆整个案件的方向。快！立刻核实中心广场的直播时间线和案发时间线的精确比对，通知技术科重新评估指纹证据。张警官猛地起身，语速极快地对年轻警官下达命令，然后重新坐下，眼神复杂地看着我。周云轩，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但这意味着我的亲生父母和那位好弟弟做了伪证，那个真正的杀人凶手就藏在他们中间。就在这时，审讯室的门被敲响，另一个警官探头进来，脸色古怪。张队、周振岳、平念双和周书慈还在外面，情绪很激动，坚持要我们尽快定罪，还说要代表受害者家属要求严惩。来得正好，请他们分别到不同的问话室休息，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能离开。说完，他转向我，语气缓和了些，但依旧带着审视。周云轩，你说的这些我们会立刻调查，但在真相大白之前，你仍然是重要嫌疑人，需要配合我们调查。警官，我要求全程对我的身体状况进行记录和救治。张警官答应得很爽快。另一边，周家3人被分别带进不同房间。警官，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个逆子也承认了，还拖什么？我们周家的脸都被他丢尽了。是我们教子无方，才让他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一定尽力补偿受害者数。警官，我哥他还好吗？他是不是情绪不稳定，说了什么胡话？你们别信他，他肯定是想拖延时间脱罪。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请各位耐心等待，配合调查。然而，接待他们的警官一律口径统一。时间1分1秒过去，就算是反应迟钝的秦念双也觉察到不对。警官，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是目击证人，不是犯罪嫌疑人，你们没有资格把我们关起来。请耐心等待。可看守警官依旧是那句请耐心等待。警方的工作效率极高，中心广场的直播录像，无数网友的手机录屏，现场目击者的证词迅速被汇总，精确时间戳被提取出来。我倒入硫酸的时间是下午5点半，法医初步推断的何家死亡时间在下午8点半。同时，我的双手经过法医初步检查，确认是新鲜的重度化学灼伤，皮肤组织严重损毁，绝无可能在受伤后留下任何有效的指纹。而技术科对现场提取到的我的指纹进行了2次深度分析，反馈很快回来，该指纹纹路异常清晰连贯，缺乏正常按压的力度变化和皮肤纹理的自然扭曲，符合通过某种薄膜或模具转印形成的特征。所有的证据碎片开始指向一个惊人的阴谋。张警官看着初步汇总的报告，脸色铁青。他从业多年，见过无数罪恶，但如此恶毒的利用亲情，手段如此娴熟的陷害亲生儿子和哥哥的案件，还是令他感到一阵寒意。他果断下令，重点审讯周书慈，申请搜查令，搜查周家以及周书慈的个人物品，寻找制作指纹模具的可能材料和工具。审讯室换成了周书慈，面对警方突然变得极具压迫感的质问以及抛出的一个个铁证，他的心理防线开始崩溃。他从来没有设想过自以为天衣无缝的陷害计划会被人戳穿，更没设想过我会在那之前毁掉自己的指纹，让他所有的努力付之东流。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指纹就是周云轩的，我爸妈都看到了。周书慈，周云轩的指纹在案发前就已经永久性毁损，现场留下的指纹是模具转印的，你还不说实话，制作假指纹陷害他人，这是重罪，再加上一条故意杀人罪，
你知道后果吗？我没有杀人，不是我推的，是他自己没站稳掉下去的。话一出口，他瞬间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脸色惨白如纸。哦，你不是说亲眼看到周云轩推人吗？怎么又变成他自己掉下去了？案发时你到底在不在现场？你和死者之间发生了什么？巨大的压力和心理恐惧下，周书慈的精神彻底崩溃，他涕泪横流，语无伦次地开始招供。是我和何家发生了争执，他骂我，我气不过推了他一下，我真的没想杀他，不知道怎么他就掉下去了。指纹是早就准备好的，我妈帮我弄的。她说万一出什么事就让周云轩替我，反正他成绩好，以后肯定能出头，我要是毁了，爸妈的心血就白费了。对，爸妈都知道，这些是他们教我的，说只要一口咬定是周云轩就行，他们会给我作证。对，你们去抓他们好了，这些都是他们教我的，我是无辜的，你们不能抓我。录音笔清晰地记录下每一句话，门外的警察听得面面相觑，感到一阵恶心和愤怒。几乎同时，对周家的搜查也有了重大发现。周书慈用来伪造指纹却还未来得及处理的工具，秦念双和周振月计划陷害我的聊天记录，以及周振月吩咐公司下的黑稿子。当这些证据分别摆在周振月和秦念双面前时，两人的反应出奇一致，先是矢口否认，继而互相推诿，最后在无法辩驳的证据和警方强大的心理攻势下，相继瘫软在地。我完全不知情，我只是爱子心切，被他蒙蔽了。舒慈从小没了亲生父母，多可怜啊！周云轩他什么都有，让这弟弟怎么了？谁知道会出这种事？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舒慈的人生就这样毁了？他们的每一句辩解都在摄像头前留下了丑陋无比的记录，而此刻网络上也早已掀起了惊涛骇浪。起初全网都在唾骂我，但随着时间推移，一些现场观众发布的包含精确时间的硫酸洗手完整视频开始被大量转发，越来越多的网友开始质疑，时间对不上啊，他回指纹在前，案发在后，这手伤得太重了，绝对留不下指纹，细思极恐，难道是顶罪？周家反应太快了吧，这是面对亲生儿子的态度吗？我看像仇人吧。那个养子周书慈是京大的，之前学校论坛还有他霸凌人的视频，不过都被超能力压下来了。舆论的风向开始悄然逆转，当警方内部消息零星泄露，尤其是周书慈崩溃，父母互相指责的片段不知被谁传到网上时，全网彻底哗然。周云轩冤案，周书慈杀人传，恶毒父母揣指纹骗局锤等词条瞬间引爆热搜，之前骂得最凶的网友纷纷感到被利用，愤怒的情绪加倍反弹，如同海啸般冲向周氏集团和周家人。一家子畜生竟然这样对亲生儿子。周书慈滚出来偿命，周氏集团黑心企业倒闭吧，给周云轩道歉。周氏集团股价开盘即暴跌，合作伙伴纷纷解约，舆论和经济的双重打击让其顷刻间摇摇欲坠。当我被小心翼翼地从审讯室带出来，准备送往医院治疗双手时，在警局大厅正好撞见了被分别押出来的周振月、秦念双和周书慈。魔鬼，你是魔鬼，你算计我，你不得好死！可是现在要死的人只有你了。云轩啊，你救救你弟吧，他从小没了爸妈已经够命苦了，现在还要坐牢。你去求求那个何家父母，你下跪，你磕头，就算他们让你去死你也照办，救救舒慈好不好？我的这位慈悲心肠的好妈妈就这么喜欢替情妇养儿子吗？周书慈可是周振月和外头野女人的儿子呢。舒慈不是我的私生子，你别听这个孽障胡说八道。对啊，我就是爸爸的私生子，你这个蠢女人替我爸爸养了20年的儿子，还处处针对自己的亲生儿子，真是太蠢了。秦念双惨叫一声，和周振月扑作一团打了起来，还不忘揪住周书慈的头发，把他往地板上砸。等他们打完，我附在周书慈3人的耳边轻声说道：知道为什么我会提前毁掉自己的指纹吗？因为我是带着2世仇恨的男鬼附身，专门来收你们这3条贱命的。周振月猛地抬头，眼神惊恐万分地看着我，仿佛第一次真正认识我这个儿子。秦念双则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瘫倒在地，失声痛哭。周书慈仍在歇斯底里的咒骂，我不再看他们一眼，一步一步坚定地走向警局门外。门外闻讯赶来的记者急得水泄不通，闪光灯亮如白昼，
但这一次镜头不再是对准一个杀人犯或疯男人，而是对准了一个惨遭陷害，以决绝方式为自己洗刷冤屈的受害者。清晨的阳光刺破云层，照在我苍白却平静的脸上。我的复仇才刚刚开始，法律会审判他们的罪行，而舆论和命运的审判也绝不会缺席。周书慈因故意伤害、制作使用假证据、诬告陷害等数罪并罚，被判重刑。周振月和秦念双因作伪证、包庇、协助毁灭、伪造证据、诬告陷害等罪行，同样锒铛入狱。而且周振月还额外面临商业欺诈、操纵市场等多项指控。周氏集团宣告破产，彻底成为历史。我虽然手段极端，但因事出有因，且未造成严重公共危害，在舆论普遍同情下被从轻处罚。与周家3人的罪行相比，微不足道。我用自己的双手和一场疯狂的舞蹈，彻底撕碎了他们精心编织的罗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新生。前世他们春风满面，今生他们牢底坐穿，也算是风水轮流转，因果报应不爽了。接下来的时光，我会活得璀璨明亮，再也不会被阴霾盖住。